我观察到是很多台湾所谓的女生的老司机是哇技巧很好，很会摇，很会吹，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却一无所知。难怪香港男生这么喜欢台湾女生。我们就跟对方讲说，我很会用嘴巴戴哦，你有用被嘴巴戴过保险套吗？是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谈肛交，这是可以讲的吗？可以，可以吧。Welcome back to Playtime， 我係 Playtime Talk 嘅 Irene。今日咧，我哋好榮幸啦，請到台灣嘅性教練精老師同我哋一齊合作嘅。咁所以我哋今集嘅內容都係會用普通話去進行。如果聽緊 podcast 嘅大家咧，歡迎翻去 YouTube 開啟字幕嘅功能。那首先非常謝謝金老師。嗨，大家好，我是教練俊。我就期待了很久，因為你知道性教練這個 title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在亞洲在做。對，我們算是還蠻早出現的一群人。對，是，所以我看到您的 profile， 我在 IG 上面在搜，我就覺得我要來找你，太好了，太好了，榮幸。真的，可能跟香港觀眾說一下，因為性教練在香港也是很少，然後可能您的就是背景啊，或者是你在這邊做了8年的性教練，對，然後你是可能教學方面啊，或是有一個小小的自我介紹。好，其實我好像已經9年，我是2017年到現在，所以已經教了好幾年。那我大部分實體課的1對學生其實也就超過很多人。那天我算了一下，我目前實際接觸過學生超過1000多個人。然後因為我現在在網絡上我有預錄了課程，那預錄課程應該算是台灣最大的性技巧的課程，那這個課程也超過6000多人了，所以我算是經驗很豐富的教練了吧？對，金教練絕對是我的大前輩。別這麼說，真的，因為我看到你是教很多技巧方面的東西，對，也有性教育的方面嘛？對，我做的東西是蠻廣的，因為就是我覺得性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性技巧這麼簡單，它是包括一個全人式的一個關懷，所以這個人他可能有些性困擾，說不只是性技巧需要處理，比如說包括溝通，包括他的心理狀態，以及整個社會的氣氛對性是不是開放的，這些東西都是一個讓一個好的性生活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所以我就作為一個我自己做一個性教練，我想要做的是就是可以各方各面都可以支持到學生。是，對。但是你一開始是怎麼進入這個這麼冷門的行業？我覺得這個蠻好笑的，因為其實性教練這個東西是在這幾年才發展出來的，所以比如說在我小時候從來沒有聽過性教練這個東西。那基本上學生嘛，就是你在小時候你也不可能說長大我要當性教練，就是他不會是it's nothing。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我是到後來研究所是念性別相關的東西，我是念 gender studies。那個時候呢，就有一天跟朋友聊天，然後我們就聊說，我最近約了一個非常非常雷的炮啊，然後我覺得經驗很不好啊，然後聊着聊着，朋友就覺得說，我們好像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課程，因為我有專業，我有經驗，而且我有知識可以來協助大家，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跟朋友一起來嘗試這樣的性課程。所以一開始其實並不是要一個工作的方式來做，比較像是一個好玩嘗試某種社會實驗、社會介入、某種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那我覺得後來做着做着，發現這條路好像走得下去哦。然後而且我的確也幫助到蠻多人的，所以我就覺得好，那我就繼續做到我做不了為止吧。是，對，這個很棒，就是本身是自己喜歡這個東西，對，然後去研究，然後去分享，對，這也是很棒的。對，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在念書的時候，或者這幾年，我看到好多人，我相信香港人其實就對於性，它是一個很污名的東西，說不出口的。那尤其是我很關懷女性的性，那在女性的性身上，我看到的是，她們因為污名、因為害羞、因為種種原因，她們就算受傷了，沒有快樂、沒有開心，但是他們都不敢說，就是因為卡在性污名這件事情，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我覺得我在技巧之外，這是一個我非常想要強調的點，是讓大家能夠自在的開口談性。是，對，這也是我在節目常說，我想健康談性這個東西。對。可是老師，你是比較多男性客人還是女生的學員比較多？
目前来找我的客人是女生居多，是女学员，因为女学员想要学习如何 please 取悦男性居多。对，好有趣。因为在台湾那个我看到的状况是，女生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香港也是哦，真的吗？那所以这些女生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技巧不够纯熟，所以她们想来学习更好的技巧，服务自己的伴侣。那所以很多女生来我的课堂，她们其实就是带着焦虑、带着不安过来上课，说我可以怎么做可以挽回我老公的心，我可以怎么做我的老公就不会去找其他女人了，像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在教学现场的时候，当然我要处理的反而是这些学生的焦虑，而不是技巧。但技巧也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必须要很诚实跟他讲说，今天就算你技巧再怎么好，他可能就是不会喜欢你了。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更多关于女性的自我价值的提升，以及女生如何在性上面要更着重于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永远都是我要以他为主，我要以他的幸福快乐、他的高潮为主。我们的高潮很重要，那他不喜欢我管你的，反正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点。那刚刚有个很重要的差异是，为什么男生会比较少来找我呢？是因为我观察到，我觉得台湾的男性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我不需要上课。然后因为这种现象，他们就更不愿意踏出那一步来承认说我可以更好。所以我觉得这在性别上有个很有趣的差异。很有趣，我觉得文化也是有差异。因为香港的男生，我是99%都是男生。对，因为他们找我的话是怎么去取悦女性，他们想做得更好。然后其实我观察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是因为香港的女生普遍会比较性冷感一点，她会拒绝。可是背后其实是他们压力很大，他们对于性这个东西也是觉得羞耻感，所以他们会拒绝，然后自己也没有去探索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变成男生就会说惨了，我是技巧不好啊，大家都很焦虑耶，焦虑，对。然后他们找我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做的不好，怎么他不喜欢。然后也是跟刚才老师说的，并不是技巧这个东西不重要，可是底层的东西更重要。你就算技巧再好，你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处理，他也可能不喜欢。对，所以他们来找我的会说啊，我想要更持久，我要怎么取悦他？可是最后他得到的是内心的一些调整，然后反而他会整个东西会变得更好。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是，台湾女生其实也是会觉得说，她们自己很多也是所谓性冷感，就不想要去做爱，但是他们来找我说，他们会非常有热忱的服务别人，不会服务自己。所以很多女学员她们是很会吹，很会打手枪，但是我有时候问到说，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呢？完全不知道，愣住，他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好有趣。对，所以很多时候台湾，我观察到是很多台湾所谓的女生的老司机是哇，技巧很好，很会摇，很会吹，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却一无所知。难怪香港男生这么喜欢台湾女生。很可怜到台湾女生很可怜。真的？怎么回事？香港女生是完全是反过来的。我觉得蛮好的耶。就不会说我要怎么取悦他，他们会说我就是不要。我觉得很好，就是你有自己的能量，说界限顾好，我觉得蛮好的。对。不过背后也是他其实也是不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不过这个很有趣，就是台湾女性可能文化上她会习惯是取悦对方，然后反过来香港的男生就会想取悦对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香港找男朋友？肯定的。他们会很开心。他们就是觉得台湾女生比较温柔啊，这好像是一个蛮常听到的一个迷思吗？我不知道，是我觉得是。而且刚才 off camera 我们有讨论说叫床的方式对不一样，对，可能香港的音调本来就会比较硬，就可能我们说话的那个语调。所以你们会怎么叫床啊？这很好的问题，访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是用英文可是我有试过是用广东话，然后我就卡住，觉得
好像好怪哦，这样真的说，吗？因为我们可能在广东话会用脏话，就我会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是没有太多称赞对方的字语，在性爱里面是没有很漂亮的话。那我是比如说命令式的那个东西是有的吗？有的，就可能如果是我是女方是主导这个事情，我就会用广东话去命令他，就可能是叫他就坐下跪下那种，就是很命令式的。可是我觉得很不好听哦，真的哦，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可以分享一下。对，我自己觉得好卡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不知道跟哪一个香港朋友讨论过，就是港台的情欲文化差很多。就像你刚刚讲，台湾女生好像会被视为比较温柔。那之前我就问过一次说，那因为有时候台湾女生会说啊，好讨厌哦，讨厌你，像这种话。那我就问香港朋友说，那在广东话怎么讲？我朋友想了很久，他跟我说，好像直接翻译会说真谁嘞，真谁嘞，是，可能他说真谁嘞听起来一点都不撒娇，可是因为在台湾的语境里面说啊，讨厌你，这是一个撒娇，对，所以我就想哦，原来香港没有就是讨厌你啦这种没有说法。我们广东话如果说讨厌的话，是真的讨厌。对，所以没有一点比较可爱的撒娇的方式吗？没有如果是撒娇，好像香港女生不会这样说，就会如果说讨厌啦这种没有吗？撒娇完全没有。我们应该会直接说又烦谁，就什么意思？就是有点脏话哦，就会觉得真的很烦。就是港式的撒娇是什么样子？哦，这个我做的应该会被骂，会觉得很做作。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挺喜欢撒娇的，因为是我本来说话的方式。然后我会可能就啊，唔该你啦，BB，就这样讲话，然后就会说哇，好做作。哦，所以香港是不崇尚撒娇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没有。好，香港女生爱撒娇吗？或男生有没有什么撒娇的方式？没有吗？因为台湾男生也是会撒娇的啊，这是一个情侣之间的情绪吧？好像没有香港男生如果撒娇的话，应该会被打吧？这么严格吗？因为他可能那种我就已经会真的哦，对，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香港男生就是比较想要那种 man 的外形吧，就会比较少那种很温柔很嗲的感觉。哦，那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也是限制了，就是大家可以表现情欲的方式？如果你一直只能很 man 很 macho 这样的话，其实很累耶。会。不过也是他们可能情侣之间他会有卸下的那个 moment，他可能回到家他会变得就是要黏着，然后会有一点撒娇的部分。对，不过太多的话，因为可能是语言跟文化，你就会被嫌弃。很严格，很严格，是真的。对，女生撒娇，不过男生有反映说，可能是说话的方式，如果是比较温柔，他们已经觉得是撒娇，就是舒服的。温柔，比如说讲话比较慢，然后比较柔一点，这样就算温柔了吗？也是有一个东西是香港女生可能命令或者是反问比较多。所以是可能那个男生说只是问了一句，男女也是，就那个态度，可能说我回家了，然后跟你说我回来了这样，然后对方可能如果是台湾女生，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就另一半回来了，我可能会说一整天没见啊，辛苦你了，好想你哦。对，这很奇怪吗？在香港的话，你就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香港的话，如果一方面呢，男女都是的，回来的时候会我回来了这样，那另一半就会或者是根本也放嘞，或者是就是开始反问了，他会说你这么晚才回来，就会开始有很多反问的东西出现。然后就变成要吵架了。对，是情绪支持这件事情在香港比较少一些，你们比较实事求是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你在这么长时间工作，
然后我们的节奏都很快，回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带着很多负面的情绪，自己还没有清理的时候，对方问什么都不对。哦，对对对，所以这个台湾女生就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高压环境，所以我觉得就像扣回到我一开始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性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床上，很多时候比如说包括你如何互动，那如何互动被很多社会因素影响，所以比如说我觉得的确香港很高压，步调很快，在那情况下如果你要缓下来柔下来关心对方，我觉得这件事是蛮困难的。对对，我觉得是有些人有说啊，可能他要在家里楼下去调整自己，哇，然后再回家，这是很像人家就是在比如说像欧美会停在车库，然后在车子里就休息一下，打个手机，划个手机，真的对，很辛苦其实很辛苦，所以回到家也难免大家其实有很多情绪在。对，这个就教练的方向就会跟他们说，你可以就是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有一个好像 resilience basket， 就是我怎么去自己去调整我的心态。你会有一个记忆吗？就是我其实我回家的路上，我有看到一个可能 7，我就进去买个东西喝，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再回家。对，就调整一小小的东西去调整。那我蛮好奇，因为我在职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学生一个人过来找我。那有时候我们跟学生讲完，帮他调整他的状态之后，可是他回到家，伴侣一句话又打毁了这些努力练习。所以我通常会希望我的学生是2个人一起来，效果会最好。那你会怎么处理像这样的状况？对，这个真的很值得交流，因为我们是好像在猜，因为他不是2个人一起来嘛，所以我就要根据这个男生他说的东西，我在猜他伴侣，他伴侣的渴望，他伴侣的地雷，然后再跟他去分析，你这样做，他就会有这个反应。好像我也是这样，但好像只能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跟他分析说，好，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些的练习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帮我去看看他的反应什么的，然后我们下一课就可以去调整。因为没办法，他另一半没有可能去出现，因为他可能自己就很害怕，或者是他可能卡住。对，因为我这边有个实际案例是，蛮多男生会因为比如说硬度不够，然后可能会有焦虑。那因为其实很多迷思，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就关于在做爱的时候必须得硬得大得持久。那我觉得像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是要被破除，就是性有很多种方式嘛。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手口啊，甚至透过道具啊都可以使用。那有时候我跟学生讲完，学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讲，他也接受了。但是回到家，他女伴一句你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然后他自信心又被打回原状。对，我就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很希望对方也可以一起来上课，因为它是需要一起共同协作的一个项目。是，对，这个很重要。可是真的很可惜，我们不可以逼迫。我很想，没有啦。对，我也很想，可是不能的时候，我就只能教他可以自己去调整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已经预算到他会有这个情况，那就教导他，你可能每天有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去做一些练习。因为我偏向于 somatic， 就是身心学嘛，就会有一些呼吸，有一些可能带动身体去感受的练习，让他去调整。然后我也是很多客人都是持久力，然后就是有时候硬有时候软这个状况，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他本来有一些眉目了，就是他可以了，然后就是对方可能一个动作一个话一个眼神，对，然后他就又不行了。对，真的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一个好的性，就是真的整个社会的整个层层面面都需要努力才行。所以因为刚好提到说我会到学校做一些基础性教的演讲嘛，因为我觉得基础性教是破除迷思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假设我们可以在国中高中15、16岁就知道一些所谓正确的性知识，那我们就不会抱持说性只能是什么样子，那你也不会把这个期待投射在你的伴侣身上，那你伴侣就不会压力那么大，就觉得我必须得表现很久啊，或很这样才好。双方没有太多的压力的时候，你才能有一个好的性吧。
可是这个是中学嘛，就是十几岁的。我有去过就是十几岁，然后也有大学演讲，都有。但是因为目前台湾也有在推一些国中小，就是可能这10岁大概12到14岁都有。对，这个很好。因为香港的话，他们如果是学校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机构，就是 NGO 那些，他们不会找性教练。因为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形象，就是可能我们比较会说技巧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一个形象，他们觉得不得体就有他们的框框。然后如果他要请的话，都是社工，就 counselor， 或者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可是他们没有去读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就是有不同专业的人去说呢？他们就不太愿意接受。可是台湾是不是好一点？我觉得台湾有好一些，就整体不能说全部都很开放，就是也没有那么的乐观。但是我觉得相较之下，的确台湾的状况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毕竟是有学校邀请我到中学去演讲的，所以我觉得的确是可以有的。那我觉得可能这一些机构他们要知道的是，像我去讲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不会讲说你要怎么干怎么擦，就不会这些。可是好，比如说我去中学讲性教育好了，我可能讲说保险套怎么戴，那可能有些老师就想说学校也会教啊，但是问题就在我们是性教，我们是专业的，比如说保险套教科书会教你说如何戴怎么戴正确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说，那比如说遇到一些被拔套或是一些额外实际会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像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性教练的专业，我们可以怎么去教，甚至是我之前教过一群社工，然后那个 NGO 他们是专门在辅导被受性侵害的青少女。那面对这些社工，就是他们带青少年，所以这些社工们他们平常会教怎么戴保险套，但是我就额外要谈的是，我们要怎么办？我想要怎么讲？戴保险套的时候，最好状况是对方接受我帮他戴，或是他自己戴，这是最好状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这些受性侵害的状况下，对方很明显是不愿意戴，他们就直接硬上。那这当然都是我们很不想要的。那我们这边专业助人者这边就做好，就是减伤减害，就是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把伤害降到最低。所以那一天我去教他们，就是我们如何说服对方戴保险套。那说服他说，会有得性病哦，对方不会听嘛，所以那时候我提出的做法是，我们就跟对方讲说，我很会用嘴巴戴哦，你有被嘴巴戴过保险套吗？通常这个情况下，伤害可以降低一些。对，我觉得像那个东西就是性教练很专业的地方了。对，因为社工们不会用嘴巴戴保险套嘛。对，专业不同啦。这个好有趣，我没有用过这个方法去。对，可是因为那一群就是这个 NGO 他们背景是比较特殊一点，就大家当然尽量不要遇到这种状况啦。只是假设真的遇到了，我们可以怎么尽量的自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觉得性教练他可以去做的东西很多，就例如是技巧上面的教学，或者是刚刚这个例子，是他可以做的东西很广。然后是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只有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如果是医生、社工或者是性治疗师，他们的专业不一样，他是用临床学、病理学，他们不会像我们去说很多实战的东西，或者是可以用这些实战的技巧去进入说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地方。对，而且我觉得性教练一个存在很重要的点是我们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那比如说有时候学校老师他其实是想好好的教性教育的，可是在台湾是有些家长可能会客诉老师啊，会觉得老师怎么会讲这种话？那老师不能讲，由我来讲，我本来就性教练，我没差，我本来就是他们讲 sex 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学校老师请我到他们学校演讲，也是因为他们希望透过我说出他们不能说的话，因为我被客诉我没关系啊。对，可是他们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就刚好是填补那个，就真的是填补了一个 gap 的概念。这个很好，香港的学校要听一下，真的，因为香港真的机构都不会找我们。
他们会学比较校机关也怕不行，不行，他们会找真的是我们有 sex educator， 就是性教育者，也会有的。那他们就会选择这样的形式，因为他们不想就是把性爱这个东西说的太白啊。对。可是这样就也是错过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你不讲的话，大家就跑去 A 片学，那 A 片很多是错误的啊，你就是要直白的讲，大家才能直接的学习到啊。是，对。不过家长也是会投诉的哦，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也没有跟小孩在说这个东西，你凭什么代表我去说呢？哇，是。连加拿大那边都是这样我觉得欧美的那边的老师很多人都说欧美一定比较开放，我就不见得。我观察到的状况是，我觉得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对性这一块反而是非常两极化的。是，就是我就在我不知道香港的状况，但在台湾我就是整体趋向可能保守一些，但是两极化的状况没有像西方国家这么的严重。那好，我就以比如说跨性别为例好了，很多在加拿大或是美国也好，很多跨性别小孩会被赶出家门。那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在台湾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有那个案例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可能香港也是吧，就很多时候我们不用看清自己，其实我们整体社会没有那么的糟糕，其实有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但是就大家一起努力吧。是，对对，我觉得台湾比香港开放很多。真的吗？真的，因为在香港我们是不会看到情趣用品的店在地面的，你们是有很多的广告，有地面的商铺，我差不多是我们走路1分钟就看到一家，至少会有说性爱的东西或者是产品。因为你们在这一区吧，这一区很多。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香港是完全不可能，它是要很 underground， 很就是不要看到这个字，是没有地面的店铺做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租金比较贵？对，这个是其一，其二就是业主他们不希望租给这些行业的人，会影响市容。对，哇，这么严重？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需要开发的。不过就像你说的，西方国家也不见得是完全开放，也是就是两极。对，所以就是大家怎么去学习开放一点，就是做我们可以做的范围内。对。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台湾本来就台湾，我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开放。我觉得这几年对差异蛮大，因为我不是说17年就出来职业到现在嘛，那我17年刚出来职业的时候，跟现在工作哇，整个情景跟整个社会风气差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台湾蛮多人在做性别运动、社会运动，他们都是在努力改善这部分，所以我们才能比较自在的或开放的谈这些话。那也包括像我去年吧，就是第一次有政府机关邀我去县政府演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了，因为很少会有政府机关，就是大部分都是学校嘛，那学校可能还有一些对，但是政府机关邀你去演讲，我觉得那是一个指标。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年确实是有开放一些了，关于性的这部分。是为什么？是因为疫情之后，还是？我觉得是我这个 credit 我必须给这一些在做性别运动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很认真的在推广一些 project，然后在认真的参与投入改善社会。然后也包括我们比如说像同性婚姻嘛，那像这些东西过了，然后而且大家谈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整体好像就觉得性好像可以谈啊，这没什么吧。所以我觉得像那个东西是我比较像是渔翁得利啦，就大家开放了谈之后，我的市场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我觉得是好事，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好事。对，我觉得这个很好。香港要多一点时间吧，我觉得。对对对，而且就像我这样，我觉得如果开放的谈，大家受到伤害会比较少一点点。对，其实这个也是
做这个行业的人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去说这个东西，就是想让大家去知道嘛。你不知道，反而你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对，我之前有一次去学校演讲，对象是大概15、16岁的女生们。那一群我演讲完之后，就有一个女生她私底下来找我，她跟我讲说，她有发生性行为，然后她好像意外怀孕，然后她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当然这边可以有一些建议给她，但是我就问她说，那怎么不跟你的男朋友说，然后怎么不跟老师讲啊？然后她很直接就是她怕男朋友会骂她，然后她怕学校老师会告诉家长之类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哇，像这个状况，如果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谈，那其实她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我就变成了她唯一救赎。但是我不想变成她唯一救赎，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资源可以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唯一救赎这个感觉我很懂。有时候这个是一种压力，也会觉得很感慨，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就明明是如果大家可以好好的谈，就不会让他有这个感觉。对，是男生也有这个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没救了。对，这个感觉我就会很想给他们抱抱，因为就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谈的东西，可是已经过了可能20年、30年，他才发现我可以找一个人去说这个东西，可是到了那个地步，他已经觉得无法救药了。对，而且很多男生卡在说不出他的困扰，无法求救。对，因为某种男子气概吗，或是男子形象，就说男生不可以随便哭，不可以示弱，你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所以导致我这边看到很多学生，他们在性上面状况就很不好了，可是他是硬撑下去。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接触了很多男性客人，我会选择用 somatic， 就是身心学的东西，因为他们其实很难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对，他有很多的，就是好像在绑住了自己的感觉。他们有点刻意在避开身体有感觉，对，他们的唯一感觉就被训练成只有阴茎能有感觉，其他地方不行。对，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样，但台湾蛮有趣的是，台湾有时候男生乳头，假设男生乳头有感觉，有些男生说哇你是 gay 吗？乳头居然有感觉。香港也会吗？会也会。对，他们就说乳头有感觉的话，就是我要屁股被插。对，其实不是，你有感觉是正常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女生会想试着去开发或是挑动男生的乳头，男生很愤怒。对，他们有时候不是害羞，因为他们必须会他们来排斥这样子感觉嘛，所以他们就哇你不可以碰我，你把我当什么，会有那种哇愤怒情绪马上出现。那其实更底层只是他无法接受自己身体是舒服的。是，对，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硬起来了，我持久了，我就 OK 了。对我觉得这个推到极端点是，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谈肛交，这是可以讲的吗？可以吧？那就试一试吧。可以吗？你确定？好，肛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很多台湾，我相信香港也是，很多男生肛交，他们被肛交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假设我喜欢肛交感，我是不是就是 gay？ 这是两件事情，就是其实肛门的神经是很丰富的，那尤其男生是有前列腺，它跟性取向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很多台湾就是很多男生会把它连接在一起，哇，我喜欢我就是 gay。那其实不见得，就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不用那么的严格嘛。它就是一个身体舒服的地方而已啊。所以之前我有辅导过几个男生，比如说说你可以回家试着肛交啊，然后后来他们是发现很舒服结果他们下次给我回馈是，他们一方面承认很舒服，但二方面焦虑开始起来了。他们还焦虑说怎么办？我是不是代表我喜欢男生？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处理他就是这一部分的焦虑了。对，这个是大家的误解。对，真的是误解。对，就跟你乳头一样，就是它是可以舒服的，跟你喜欢男生女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可是香港的男生普遍都很难接受跟肛交有关的东西，就不要说是插入什么工具，只是手指在旁边，他们已经会觉得你在干嘛？
就很抗拒，很可惜，因为我常常跟我学生讲说，既然老天爷给你这个东西了，就好好享用它，不要浪费嘛。是对啊，而且男生会更舒服啊，有前列腺。对啊，对啊，我都感受不了这个快乐。对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透过在上课，因为好男生来学，可能想说学要如何开发他的女朋友或他的老婆，但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带说，哎，那你之前有没有就是考虑过肛交不一样形式的舒服感觉哦？之后我也会带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身体。那一开始很多男生都会觉得，哎，好奇怪，老师怎么会讲这个？但因为通我的态度是这没什么吧，这可以谈啊。然后久而久之发现，哎，男生其实是当他发现跟他谈那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歧视的时候，他其实是愿意尝试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就只是需要一个开放，让大家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对啊，对，这个也是我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就是给大家看，其实性这个东西很广哦，对对，你想去尝试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尝试，对，而不是说我要就是很 extreme， 就是把你推去很重口味的东西，不是，而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喜好，这个才是寻找愉悦的过程嘛。对。可是就很多大家就觉得说啊，你这样是不对的，就是那个他觉得说可能给出一个信息是淫荡然后太放荡的东西，太重口味。可是这个不是性教练的message， 这不是我们的使命，只是给大家有选择嘛。对，我觉得讲这个使命蛮重要的，因为对我来讲，我的使命或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是让大家不要那么焦虑了关于性。那我觉得因为性教练有很多种，就是你要如何去做性教练，所以开始也有一些性教练他尝试他的方式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主要是。好，我会这样讲是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性教练嘛。那我觉得，如果今天去找一个性教练，那个性教练他带给你的是更多焦虑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挺看听，小心一点点。那我也不觉得我方式就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去思考说，你在性上面到底要追求些什么？你追求是只是征服很多人吗？还是你追求是跟自己和解、跟世界和解、跟社会和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做思考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很有趣，因为香港没有很多性教练对，我跟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广东话的性教练，他是亲密教练，因为他是女生的学员比较多。我就刚刚跟他有做过访问，然后我们有谈过这些东西，也是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性教练。其实我跟他也是底层的使命感，就是把羞耻感这个东西拿走。因为大家对性这个东西就感觉羞耻、怕，就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想先拿走，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拿走呢？就每个教练都不一样。对，可能他用的是可以是弹催，可以是身心学，可以是技巧，可以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练习，或是很简单的听。就是他的诉说，对，这很重要。对，所以真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怎么去选择合适你的教练呢？就是好像刚刚老师说的，你不要有那个焦虑感嘛。如果你跟他上完课之后，你更焦虑了，对，或是你觉得怎么我现在就是觉得更羞耻，或者是我没有达到我内心想要达到那个目的，所以他要先感觉我想得到什么，然后再去尝试找到合适自己的教练。这也是一个 journey， 就是一个环节了。对。那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我个人是蛮乐观看待越来越多性教练出来，因为就代表整体社会对于性这件事情是开放的。对，所以我是蛮乐观看待，也是因为台湾选择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更需要去思考说你想要怎样的效果。对，我也是很想看到香港可以有更多的性教练出现。就是
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是你的竞争者，不是，我们是一个 team。对对，然后看到越来越多就是这个话题，大家越来越接受，所以我会很开心。对对，不过也是很希望，如果是有心想做这个事情的人，就真的花点时间去研究也好，你要另看看，就是自己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是在影响别人。就不只是说他自己很喜欢性这个东西，而是他真的有心去做这个东西。对，因为你跟他讲，我想到很多人之前也会问我说：“哎，那我要怎样才可以当一个性教练？我是只要经验很多就可以当性教练？”你会被问这种问题吗？会。那你都怎么讲？我会说，性教练不是跟你去做爱嘛，就是我有多厉害关你什么事啊？对，可是我们的点是我如何去教你嘛，就是我的教导是 coaching， 是这个才是我们的专业，就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去帮你去达到你的目的，这个是 coaching 的职业嘛。对。当然，如果我不喜欢性爱，我没有经验，或者是我没有去钻研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去说这么多。所以这个是 basic， 我觉得。对，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我想了蛮久，后来反而会觉得说大家都可以是性教练。我会觉得我可能我有我的 training background 没有错，那我觉得我个人对于性教练这件事情不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立场，就我目标是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性教练，我不用存在没关系，因为如果当我不用存在，代表这个社会是好的，是开放的，我这样的 figure 我不需要存在啦，那是我的终极目标，那是我理想。所以既然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性教练，就代表你要很了解自己要什么东西，这是我试着在帮助大家的，所以我通常回复这些人是，你只要想当就可以当性教练啊，It's okay， 就是去做吧。那或者在做的过程中，不见得是你真的帮助谁，而是你帮助了自己，你找到你想要什么东西，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因为这个是就是医生跟教练的分别嘛。对对对，我们不是去帮他去做 fix。我们是让他去认识自己，对，然后我们陪伴他去找到这个自己，或者是达到一个目标，这个是教练的陪伴，对对，所以就有点不一样。不过你这个就是很 holistic 的感觉，就是如果就大家对性这个东西很了解，我们就可以不存在了。对啊，确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从来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定要我要盈利，或是它是一个很 lucrative， 也不见得。可是就是一个我希望社会更好。是，我也觉得可能这个。对，我会觉得说不是为盈利，因为很多人会问说性教练那你就会很好赚，是肯定不是的。如果你是为了赚钱的话，请你不要入行。对，很难很难很难，就连在台湾也很难，真的。对，所以这个是为了一个使命。对，完全是。我常常跟朋友讲说，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几年，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就做到存款全部花光，我就不做了。就是这样子，真的，我也有这个焦虑。我就觉得说，好，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一个使命，是我的热爱。对，我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对，可能有一天我就不能做这个东西。对，所以有这个感觉，好哭了。对，而大家是不明白的。对，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如果单看时薪的话，的确时薪可能会是比一般的，比如说在麦当劳工作高蛮多的。但是因为除了时薪，我们要做很多，比如说像在 Instagram 上面讲性知识 ，basic 那些东西都是要谈的。那如果你把它全部工作时薪跟收入除起来的话，哇，我赚的搞不好还比麦当劳还少很多。真的，而且我们不能做那么多的学员嘛。对，我们一个月真的有限。而且我们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备课，然后我自己的能量，我自己心态，对，所以我们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说我一天可以接10几个。没有办法，我有时候一天上，比如说一堂课3个小时好了，3个小时上完之后回家，我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了，因为我就像你讲，能量整个会耗光，我必须得认真的把全心全听学生讲了什么，然后依照他的状况去指导他，那个东西非常耗能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性教练的课程可能师生看起来
很高，嗯，可是如果你是算一下，我们1个月可以借到的东西是，然后再要付出，对，就是我们在镜头前面要说很多这个话题，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危险。哦，对对，就是很多风险，我们付出的东西，然后你再去减，你就会发现，哎，我去当一个文职可能更好。对，完全是，完全是。所以我不知道你，但是对我来讲，做性教练单纯是好玩，而且有使命感。我觉得我想要达成一个好的理想的社会，这件事情支撑我做到现在的。对，我也是。对，然后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所以我们留在下一集，我们再去说可能一些技巧上面的分享，或者是有更多想问好玩的东西。不过在这一集完结之前，可能因为我是新手嘛，就是我叫自己是 baby coach 这个感觉，对，所以我就很想问你说，可能给我或者是给一些新入行的教练也好，或者是想入行的人，可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建议，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刚入行的自己，我要回头给自己一些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大概会是得失心不用那么重，没关系，因为刚入行，尤其是台港都是对于性产业或是性交并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可能你的1个月的收入或是你的学生并没有办法到很高，那这个时候不要用收入多少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哇，这个月可能只有1-2个学生来找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教练？那其实不是的，它只是代表说我们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所以对自己记得也温柔一点，不用那么的我一定得怎样这样，没关系，慢慢来，总是会到的。而且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那一些都是会有一些成果的，只是这些成果你可能在当下看不到，你可能在过了几年1-2年，可能会有学生后来跟你说，哎，老师你之前讲的什么事情，哇，帮助很多。当那些 moment 出现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东西价值出现了，所以可能对自己温柔一点吧。是，真的，谢谢老师。不会，要哭了，真的。对，因为这边是我回来香港是去年的事嘛，美国那边的 client 是比较温柔啊，对，可能大家说的话是不一样，然后你承受的一些风险，或者是在镜头前面承受的东西也不一样，对，所以真的是对自己温柔一点，对，因为太多外面的声音。对，尤其是做 coaching 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在镜头前面、下面的一些 comment 会蛮恶意的。对，像那个东西就是很困难，但是还是得告诉自己说，那个不定义你，对，那个不是你的价值。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对，然后抓住这个初心，然后就是正面的继续，或是偶尔停下没关系，对，休息一下。对，我现在太多这个我的使命感，我要继续。对，但是一样对自己温柔一点，停下来没关系的。对，谢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在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回去 YouTube 看精彩的画面，而我们之后会继续跟金老师可能去说技巧的东西，那这个画面感就很好看。那我们下集再见吧，谢谢，拜拜。